刘总，哎，接下来聊什么啦？当然是聊美国大选啊，11月3号就开始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它已经在进行线上投票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有读到会有作弊的嫌疑耶。你看，一讲到作弊，我们家学校就开始反应激烈。其实上一次川普跟希拉蕊的大选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嗅到那个作弊的味道了。只是再怎么作弊也没有赢得了川普啦。那这次如果是电子投票，问题来咯，很多老人家根本不会电子投票对，而且会电子投票的几乎都是白左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人士哦。而且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一个状态是，本来是摇摆州的，或者是川普州的，支持川普的州，也开始转向民主党了耶。所以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呢？那目前几个州投票下来的拜登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对，民主党的非常高哦，很有趣，非常有趣。你怎么看？现在已经录影开始了吗？开始了，我好害怕我会不小心说出一些秘密。其实我也蛮怕，但要抓应该是先抓你啦。抓我。如果我哪天消失不见的话，大家就知道要去哪里找我了哦。那如果我知道你消失不见的话，我们去北韩找你，没问题，可以变成金正恩的那个替身。我有看到接下来会有一些部分的动乱，有很多的动乱已经开始在酝酿跟发生了。而且我有觉得有一些州其实已经开始在酝酿一个独立的氛围，你觉得呢？独立的氛围，目前这次的选举，它基本上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嘛。那民主党这一次很有趣，它有一些尤其是自由派的部分，有几个比较激进的言论，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这个动乱来改变政府。你觉得有可能吗？透过动乱还有政治上面的一些拉扯，因为我已经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战争而已了，也不是白左跟白右的战争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在反川普、战川普以及挺川普、把川普拱出水面的一个战争了耶。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些阴谋哦。从这个里面去看，但是我有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白左，无论是白右，其实这两只手都是同一个人。共和党里面这个无形的人，或是无形的家族，我看到是占了64%在共和党。你好像讲太快了，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开始你说不要揭露太多，要比较淡的带过去，可是你好像一开始就直接。好烦！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忍不住多讲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到譬如民主党，它里面的资源或是人脉啊，各方面也占了30几%啊。所以无论是哪一党赢，最大的赢家还是背后无形看不见的这个家族或是这个人。你讲到这边，其实大家就很容易猜得到这个家族是谁了。这个家族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 boss。我们叫大 B 好了，大 B， 大 B， 所以不要抓我，拜托，我们只是在聊聊天而已啊。我们只是想象好了，想象川普，因为我在两年多前，我就已经有看到他会有被暗杀的状态，大家可以去从我的那个 FB 上面去看，我就已经看到他是会被有枪杀的。但是我看到的未来的2条线是，一条是死掉了，一条是继续活着，但是2个势力呢是继续活着的能量场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猜这一次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电子投票民主党的胜算是最大的，但我去测试那个能量啦，最后比较是偏向在川普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来讲一讲，就是川普他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他对于我们整个世界，然后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战争，它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涟漪，我们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看一看到底川普他当选以及没当选，那之后的世界它会怎么发展？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感觉到川普有可能在一个平行宇宙里，他是有可能被暗杀的。是，对。那很有趣的一个点是说，我们讲出来之后，可能我们也有可能。我想不至于啦，如果我们红了，戒指红了也不错，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美国现在45任总统，有大概10%是被枪杀的，有4任是被枪杀，对，然后其中有3任，包括林肯在内，有3任是共和党，其中1任甘乃迪是民主党，而且甘乃迪他算是民主党里面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对。那被暗杀，对，而且这样子数据看起来是10%，对，那很有趣的一点是说，因为你刚刚提到说跟中国的关系，那我们从这一次前一阵子才发生，就是川普染疫的这个事情。那川普染疫的这个事情很有趣，就是说在华人圈里，大陆方面其实是整个舆论圈是举国沸腾，举国欢腾，对，举国欢腾，就是你进了医院，就不要再出来了这样。但是很有趣的是，习近平是2天后才发表官方的言论。这个我觉得说，其实就是说司马昭之心，这个怎么讲？你发表言论其实已经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说，举国欢腾的这个民意是谁长期以来培养的嘛？已经被那个政党的这些中央啊电视本来就已经洗脑洗得很深了嘛，对啊，对不对？对啊。我觉得比较可怜的是在美国的这些华裔的民众，对，他们才是真正最受害的一群。对，没有错，尤其是川普17年税改推动，然后18年开始实施，其实。虽然是说减税，但其实我们看到数据是说，其中中产阶级被消费了多喷出1兆多美金的税负，这个很有趣。然后你刚刚提到1兆多美金啊，1兆多美金，他怎么有办法让就是刚刚好在这个阶层被喷1兆多美金啊？对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是减税了吗？对啊，非常有趣的财务工程，这个可以再值得。不是还有什么夫妻核税的减免？对啊，这就是说，我觉得它调整税法上的结构是有它的意义。比如说，你昨天我们闲聊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川普感觉像是一个实际在实施社会主义的一个资本家，去缩减所谓的贫富的差距，因为这个观点其实是跟线下我们看到的舆论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川普这个人他有2个蛮特别的特点哦。你先从他退出了巴黎协定开始，看起来他是非常的护自己的国民非常护赌的一个人他会觉得说印度放那么多中国放那么多其他东南亚的国家放那么多我们美国算起来也才放那么一点点为什么要来直接针对我们？我退出，因为我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我去真正的进入川普这个人，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的人其实没有他嘴巴这么坏。有时候他嘴巴真的非常坏，然后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事情是很两相矛盾的。例如说，他反对全球化的金融转移。譬如说，他讨厌迁厂这件事情，很多美国的这些资本主义这些金融家都已经把厂迁到东南亚比较人力低廉的地方嘛。我记得啦，以前有一个 Ford 这个 Ford 公司卖汽车的嘛，Ford 的老板曾经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员工都买得起我们公司生产的车，可是你看这些去帮忙做 Nike 的代工的这些工厂的工人们，买不起 Nike 啊。对啊，很多代理这些名牌的这些工厂也买不起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没错，没错。那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变成是整个全球化中很资源分配不均的状态了。所以我看得到川普一直在打这件事情，他会觉得不行，你们不能迁厂，不能迁离美国，因为已经很多美国国内的民众已经严重失业了，所以他一直在打这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目前的任期内，如果针对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我觉得他做的其实是很成功，因为在他这几年的任期内，他直接有一个很显化的数据，就是他是现在的失业率3.5%，是50年来美国最低的。哇！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由他
很厉害的地方啦。但是他骨子里面呢，又觉得，你看他不是推了 ACA， 就很相当于我们台湾的美国健保，对。他退了他，那我进去里面去读他的心思，他就会觉得你们这2300万的这些平民就是个毒瘤，就是不是生产整个国家的动力，或是国家的生产力、经济的推动力，就是被你们这群人给严重拖垮下来的。所以呢，他就一直把这些人砍掉。他一边在砍这些中阶层的税，把他们的税用一些很精密的财务工程推出来，把他们喷了一兆多美金。对。可是他又在同时又把最底层，照理讲这些钱是要拿来就是济弱扶贫嘛。可是他又把这些 ACA 的这个制度，他又开始酝酿，逐步的取消，酝酿哦，现在在酝酿哦，所以很有可能到他连任的时候，哇，就没有了。对。那这些从奥巴马已经建立好的这些制度，到他这边没了，那其实也很多人是美国人士也会担心，我现在没有钱，我什么都没有，然后疫情那么差，全球这么乱，那我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办？我还能相信你吗，川普？我觉得他对企业的支持是很显著的，比如说像他这次税改是28%的企业税直接降到21%，这个7%很多7%，我觉得它其中很有趣的就是它有一部分直接反馈在美股的报酬率上面，所以美股我们看到19年9月创了历史新高，道琼指数，但是又觉得说，你一方面是在经济体支持美国，可是你好像有一部分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谈到最明显就是它种族的这一块，一直是它白人主义至上的一个问题，就大家常常会抓着这个打，就包括他取消 ACA 的这个部分。可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读到了川普有社会主义的这一个东西，那你怎么看？川普的社会主义。如果我现在是从一个集体意识跟背后更大的一个神圣计划的目的，川普当这个总统是有他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的。因为美国，你看这几年好莱坞的这些商业的热门电影，全部都是白左的思想。是。大家知道左派跟右派嘛？就左派呢，他是赞成是我们在政治上不该干涉人民，可是，一旦经济出现问题，政府就要进行干预，这是左派的想法。那右派的想法是，他们就完全的军事主义化，他们觉得该要用政治来控管人民，但是当经济发生状况跟问题的时候，应该要交给人民、交给市场去做决定。这个就是右派的思想。那其实左派的最极致的光谱，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哦。那可是你知道，现在的那个中国中共，他们实施的这个共产主义，反而是一种打着左派的名号，却实施右派的精神跟宗旨。所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左派跟右派了。所以左派跟右派都是我们被这些有心的人民，或是有心的政治家、有心的掌控者，他们在拿来分裂族群的口号。那这世界上，旧世代的脑的人还是很多，旧世代混合 1.0 的脑也很不少。那基本上大部分的那个美国的人民都是均值有将近突变脑 2.0， 就是追求自由，追求一个公益，然后我们会为了我们集体的利益去奋战。但是老一派，就是你看到的现在美国的政治还是掌控在老一派的手上。所以为什么川普他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他有强大的金融背景，但是却能够一跃而上，然后突然间就成为了那个美国的总统，是因为他是被这个神圣计划安排当一个美国总统，是有他很重要的意义啊。我常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讲说就是要美国这个疯子总统才能去打中国的疯子总统嘛，大家就是往内互打嘛。对。那这个互打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不会只停留在他是一个资本的社会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家，而是我看到是在他的人格层面，即使他有时候会因为他是一个富人起身的一个利益，他会去捍卫，但是我看到背后底下有一个更大的川普，这个更大的川普，他好像表面上在演着一个很疯子的川普，就好像一个清醒的川普在操控着一个
神经病肖我们像看得到的川普。对。可是事实上，他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细思极恐的安排，包含你刚刚讲的税，对，富人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下面的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被免税，但是喷的最多的却是这些中产阶级。而且现在很紧张的其实是华裔的中产阶级，因为华人喜欢自产，对，所以我们现在看税改2.0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是我在想啦，我目前看一些资料，这一些人其实是最紧张的，是，但是川普他拥有一个不怕被讨厌的勇气，他完全实践了阿德勒的不要怕，根本没在怕的那个被讨厌的勇气。他其实是很有果敢、跟能量、跟精神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在怕啊，我管你们在担心什么，我管你们怎么去闹。我是已经手上抓着一手好牌，我早就已经找人收集好所有的罪证了。你以为拜登儿子的电脑这么巧，这个时候才被发现？早在1年半之前，早就已经胜券在握了啦，只是如何巧妙的把它安排出来而已。对。然后所有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他很清楚的知道，闹越凶，吵越大，我知名度越高。即使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我川普不能连任，但是我射进去的这些种子的涟漪会不断的发酵，即使是下一任总统，他也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以人类的时间的历史脉络来看好了，感觉川普他所在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好像是说他是带领火车切换铁轨方向的那个。是啊，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啊，对，我爱钱，我直接演出来，我直接表明我就爱钱啊。可是你们这些白领阶级的都戴着一个伪善的面具，我要做就是把你的面具给撕下来。你要嘛，你就光明正大的要。你看我实施的每一个政策，我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就直接黑给你看，我也不怕你黑我。所以这一个川普的人格特质，好，是你解读的这一个，他对人类，如果说川普是我们大家美国人多数美国人过去17年选出来的集体意识，如果说他代表一个。它其实不代表，它不只代表美国的集体意识，它其实代表的是全世界人的集体意识。所以代表说，我们大家其实也在一个，不管是 COVID-19 这个影响好，也是想要去从旧世代的脑切换到2.0的脑，因为川普的脑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它有2.0、3.0、4.0，你知道最会赚钱的脑就是突变脑1.0跟突变脑4.0，但突变脑1.0的脑就像是王永庆那种，几波几卡赢啊，白手起家啊，然后靠劳力啊，靠自己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一步一步的累积上去。但是4.0的脑是他看穿了所有的格局，看穿了整个局势，然后他是一个布局的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布局的人哦，但是因为他的4.0的脑有点负向发展啦。你说川普吗？对，川普的4.0脑有点负向发展啦。然后他3.0的脑又被他的贪婪给利用了，他还是有他很贪婪的人格哦。然后，但是他2.0的脑，他内在还是会有一个，我要追求自由、公平、正义。但是他是一个富人的阶级，所以他对于那些不是生产他认为的这些弱势团体，他就视为毒瘤，视为阻碍世界前进的毒瘤。他在铲除的时候，他也是不再手软啊。但是综合了这些，他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上，他带我们就是要去往一个正直。我不是说他人格是正直，可是至少他做的很多的事情，直接是明面演给你看。对，他不是那种表面说一套，背地里说好几套的人，是不敢做。对，他是直接我敢说我就敢做，我不敢说我也敢做，我就直接做给你看。所以你不要去看他说了什么，你要去看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在怕啊，他是可以公然的有一种我以一然后万夫莫敌的气势啊！我觉得光这个气势，就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到底会不会被自己的贪婪所掌控？我说白了啦，其实美国很多的高层都已经被中共的一些利益威胁给渗入。你确定要这样讲吗？本来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公认的秘密啊，对不对？然后澳洲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啊！不要说了啦，全世界195个国家里面呢，真的至少有180几个国家，那个中共都已经伸手进去了嘛。你是哪一个？你是什么官员？然后我就已经会。我们中国就是人多，就会开始分派这些间谍去密切的掌控这些各国的要员。那这些要员，你知道，就是这些官员，要么就有好几个，然后要么金钱就，甚至连香港的这些民运运动的主席，据我所知。他们的户头里面都有好多人民币，或者是人民币转的美金。我们臆测啦，这是我们的臆测，对，不代表我们看到某些事情。好啦，臆测，我觉得还是要加注这个部分。好，臆测，因为毕竟我也在影片里。对，那要讲的就是这个是在摆明的让我们内在去看见。我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我也不会觉得说。对这个有任何的批判，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测试，就是在所有的利益来到你面前，你心中的正义跟你认为的理想到底哪一个重要？可是很显然的，很多的这些政要官员，他们还是牺牲了他们心中的一个理想，他们还是牺牲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然后。最后输给了所谓的利益，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在人性上的考验是在这个部分对，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中共用这些方法是错误的，反而我觉得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它就是一个考验，它在考验你心中的正义到底是否会被你心中的恶魔给击败。所以话说回来，我反而很欣赏川普的，就是我直面我自己的欲望，对，我就要做到第一，我赚就要赚到最大。然后我可以大声的说，我把总统的薪水不看在眼里，我看到的是我能够自我实现跟自我翻天覆雨到什么样的境界。但对我来讲，他再怎么样的翻云覆雨，他也赢不过背后的掌握的左手跟右手的那个主人嘛。对不对？那个大 B， 他也赢不过啊。我们再怎么样也是赢不过。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这些。世界上的再怎么样厉害的家族，再怎么厉害的这些大 boss， 他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赢过整个宇宙的神圣计划。我觉得听到这边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比如说像这次 COVID-19 的影响，然后加上你刚刚去解读川普的这个特质，然后他其实是带领一个人类突变。好了，我暂时用这个。那如果说人类突变，在你去感觉到这个人的一个历史洪流的时间线来看，你好像已经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我这样讲对吗？但是我们还是有集体意识啦，我们还是有平行宇宙，还是有曼达拉效应。但我已经看到洪流已经在往同样一个地方走了。例如说，我之前就有说，我说我看到美金会跌破28，对，我在半年前我就说了嘛。然后我甚至还看到27，那很有可能，假如明年是川普1月20号就职，那之后可能就跌到27、26、27。为什么不是拜登就职会跌到27？因为拜登他赢的不是这个人赢的是他背后的势力，他背后的势力一定会去做一些补救的动作，也刚好美元，你看你去研究他的那个 cycle 周期，对，他现在他的这个 circle 里面已经到了一个该是要降低的时候了，所以明年无论是谁当选啦，那大家都要好好的守好自己的荷包，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照顾得好。为什么我们现在身心灵，然后可以变成是像是财务预测？钱也是身心灵的一部分呀。对啊，我们要直面欲望好吗？不要这边假惺惺的说，哼，我身心灵我不爱钱，干去死。
没错，没错。大家常常会觉得哦，我身心灵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不如实的。就像你刚刚说，有没有直面自己欲望这件事？至少我觉得，虽然那个川普做了很多很讨人厌的言行跟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就是他很直接，我要，没错，我就是要做到，而且我没有在怕。这个是4.0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底气哦。所以你要不要来预测一下11月3号？我赌川普，你呢？我也赌川普。你们呢？